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AlphaGo Master 版本在网上与人类顶尖职业高手的对决。这次登擂的是韩国著名的世界冠军姜东日九段，这是60局当中的第43局。姜东日出身全甲龙道场，基本功扎实，棋风全面，没有明显的短板，在其中还有一股执着的精神。在2022年的农心杯当中，老将姜东日还有上佳的表现。这盘棋由他直白挑战AlphaGo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，执黑先行的AlphaGo选择了相对少见的对角小目的下法，白棋应以对角星小目，双方摆出了一副激战的架势。下一手棋，黑棋挂角，白棋反挂。接下来黑棋选择了尖顶，白棋长出，黑棋飞。下一手棋，白棋面临选择。普通情况下按照定式，白棋此时应该在边上一带拆，但是这样一来，黑棋的飞压将变成好点。白棋如果长，黑棋长出，接下来无论白棋飞还是跳，上方一带整体处于低位，白棋效率不高，所以实战当中可以求变的姜东日选择了另外一种变化。此时白棋加了过来，这也是可行的下法，而 Master 也开始他的表演。下一手，黑棋再次小飞，强攻上方的2颗子，白棋跳出，黑棋再从上方夹住。此时普通的下法，白棋是再次尖出，双方竞相出头，形成持久战的局面，这样双方胜率大致5-5开。然而实战当中，姜东日却选择了更为激烈的变化，或许是考虑到之前的棋手与 Master 对局，在平稳局面下很容易被 Master 温水煮青蛙掌控，所以本局白棋刻意求战。下一手，白棋挤在此处，黑棋粘住，然后白棋再次跨出，要求封锁黑棋。白棋招法强硬，AlphaGo的反击也同样强烈。下一手棋，黑棋在外侧搬出，白棋切断必然。接下来黑棋立下，白棋长出，看似这一带白棋已然将黑棋封锁，而且外围的2颗黑子受伤，这颗子也有被攻的风险，似乎这一带白棋取得了优势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此时黑棋的胜率已悄悄地攀升至了60%。这个时候黑棋直接冲，白棋是不怕的。此时白棋断掉，左边要吃，右边要冲，黑棋难以兼顾。但是 Master 接下来下出了好手，黑棋先在外围压，为上方的战斗做准备。白棋长出，接下来黑棋轻巧的一扳，是局部的好手。这手棋有4两拨千斤之妙。这个时候如果黑棋直接冲，意图利用自己争资有力，强行跟白棋作战的话，那么白棋可以简明的在此长出。接下来如果黑棋再冲，白棋这一断，左边的吃和右边的冲再度见合。而如果黑棋此时粘住，白棋粘住即可。接下来黑棋再冲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如果断，白棋直接弃掉2颗子。虽然这一带黑棋目数上小有收获，但是外围白棋补出断点，黑棋损失惨重。这个图有点类似于18目半的骗招，白棋大优。但是实战当中，黑棋轻巧的这一扳，白棋反而不好应对。实战当中，倔强的姜东日选择了再次冲出继续求战的下法，但这手棋又掉了20个点的胜率。此时黑棋的胜率达到了80%。 AI 认为这个时候白棋还是应该粘回来，黑棋长出，白棋再尖出头，慢慢的寻找战机，这样黑棋胜率60%左右。然而实战当中，白棋这一拐出，黑棋马上再次冲断。下一手白棋再断的时候，黑棋粘了回来。而现在由于争子不利，外围断的这颗黑子闪闪发光。下一手白棋打吃，寻求行棋步调，黑棋长出，白棋再打。接下来黑棋在上方切断，招招强硬。而白棋在局部竟然已经无棋可下，因为这一带白棋上方气紧，下方一带随时还要担心黑棋这2颗子逃出的手段，所以实战当中干脆姜东日直接
将这2颗子提掉，将右边一带变后，上方任凭黑棋处置。下一手，黑棋后势打吃，而白棋也没有敢去逃跑这5颗子，下一手选择了若即若离的在2线漏的下法，但这手棋走完，黑棋的胜率超过了 90%。 这个局面下 AI 的建议，白棋还是应该尖，这5颗子不能随便弃掉。黑棋如果挡住，白棋2路搬，黑棋搬，白棋粘住，下一手长出这颗白子也是非常严厉，黑棋后势提吃即可。白棋加，黑棋此时不要立，否则白棋挡变成先手，一路一尖就活棋了。那么黑棋就简兵粘住，白棋渡过的时候，黑棋有一步好手，就是从2路点过来，继续威胁白棋的整块棋。而当白棋逃出时，黑棋顺势飞，封锁住这颗白子。下一手白棋挑出，这样虽然黑棋的胜率还有 80%， 但是白棋比实战要好得多。实战当中，白棋从2路漏了一手，黑棋这一靠，白棋局部这5颗子已经动弹不得。现在白棋直接逃出，黑棋打吃滚包即可，这一带你粘住依旧会被滚包，而争子使黑棋有利，所以这个图白棋不能接受。那么江东润期待的是以后可以搬在此处，然后从上方打，救回这3颗子的手段。但显然这个时候走，被黑棋提吃，外围黑棋变后，白棋战斗不利。所以实战当中，江东润保留的这一变化，下一手在上方拆了一手，稳住阵脚，而黑棋得到先手，接下来开始了自己地铁流的表演。下一手棋，黑棋选择了小飞手脚，这个在 Master 的对局当中相对少见。一般情况下，在开局时，由于胜率黑棋较低，黑棋一般是选择更为快速的大飞或者是2键跳手脚，而现在黑棋选择无忧脚，当然是出于形势的判断，认为现在形势已优，没有必要再去弄险。下一手棋，白棋小飞手脚，继续扩张自己右边的阵势。黑棋下一手在下方拆，开始了1号线的建设，白棋继续守住脚。现在白棋将自己的赌注都压在了右边的这一块空上，但黑棋丝毫不为之所动，根本不予理会。下一手继续在此靠，这也是非常积极的下法。由于白棋脚步已经坚实，再靠上去帮白棋变强也无所谓。此处如果黑棋拆2的话，担心的是白棋点了之后压住的下法。这样一来，由于上方这一带3颗黑子气紧，白棋在中央形势将进一步膨胀。而实战当中，黑棋靠在此处，白棋搬，接下来黑棋再长，此时如果白棋立下，黑棋可以在此飞出，不仅扩张了自己下边的阵势，而且也限制了白棋的右边，效率比单拆2要高得多。所以实战白棋选择了继续压，黑棋则从2路继续掘进了进去。下一手白棋搬，黑棋搬住，白棋再粘的时候，黑棋打完之后得到先手，1号线的施工宣告结束。下一手棋开始了2号线建设，在此先飞压制白棋，同时也试探白棋应手。白棋爬过，接下来黑棋在边上拆。此处我们看到 Master 一改此前的对局当中高举高打的下法，招招走在3线，攫取实地，捞起木来，也是异常的凶残。下一手白棋再次虎头，这手棋看上去是要点，因为一旦被黑棋长出，上方还要小心冲断的问题。但是这手棋一出，又招来了 Master 另外一步妙手。此时黑棋在上方轻巧的点了一手，这手棋看似并不严厉，但却力大无穷。此时如果白棋在上方挡住的话，那么黑棋这一搬依然达到了封锁白棋的目的，而且整个左边乃至中央一带黑棋也出现了潜力。这个图白棋被压在低位，不能满意，所以实战当中江东润选择了直接打入反击，但黑棋这一挡下，整个上方一带全部变为了黑棋的实力。此前白棋残留的这些逃出的手段也都不复存在，现在黑棋的实力已经遥遥领先。此时黑棋胜率 98%， 盘面领先18目左右。下一手棋白棋尖要求吃住这颗黑子，
而黑棋在3-3靠，继续动出，白棋扳住，黑棋长出。当白棋再去挖吃的时候，黑棋直接简明的拐头，白棋冲，虽然看起来吃住了黑棋的几颗子，但黑棋外围也变厚， Master 开始放水了。下一手棋，黑棋后势的提吃消解了这一带的余味，同时为以后破坏白棋中央阵势做好准备。白棋下一手棋在中央围了一手，而黑棋则马上在中央尖冲，任凭白棋围出这方巨空。白棋贴，黑棋长，接下来白棋再贴的时候，黑棋回到了下方补住断点。这一带我们看到，虽然白棋围住了一些目，但是一来右上一带还有漏风，而且这个地方也没有完全护住，所以实际上这个目数并不大。下一手，白棋扳下，切断黑棋，黑棋尖在3-3继续捞目，白棋尖，黑棋再回来粘住。这手棋实际上不粘，这块棋也是活的，但粘完之后，黑棋盯着白棋的这个断点。下一手，白棋无暇补断，回到左边尖冲。姜东润此时意识到单纯围这块空形势已经大差，所以他启动了孤注一掷的屠龙计划。至于龙在哪，我们继续来找。下一手棋，黑棋贴起，白棋长出，接下来黑棋二路飞，沉稳捞目，白棋在此掉，矛头指向了中央的2颗黑子。黑棋打吃先手，白棋粘住。下一手，黑棋在中央贴防御，白棋扳头，黑棋再扳，白棋从上方走了一手，这手是打将，黑棋立下，然后白棋强硬连扳。黑棋现在只要这3颗子不死，这盘棋就可以确保胜利。而接下来 Master 再度展现了其实颠覆人类构思的招法。下一手，黑棋直接打吃，白棋粘住的时候，黑棋竟然没有再去理会中央的3颗子，直接再次长了出来。这手棋一走，这一带白棋的目数进一步缩水，而且这3颗白子也出现了气解的问题。白棋从上方打吃，切断黑棋退路，黑棋扳反击，白棋跳出，黑棋保留了长的先手。下一手飞开始桎梏，白棋这一带这3颗子并不厚，所以要强杀黑棋难度也是极大的。接下来白棋贴起，黑棋扳头，白棋再拐连回的时候，黑棋拨云见日，一招棋逃了出去。现在如果白棋在此冲，黑棋扳住即可，白棋如果断，黑棋就一路打过来，这样黑棋成功的与左边会师，白棋自身的断点太多，无法强行杀掉黑棋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姜东润选择了在上方跟着跳，继续阻拦黑棋去路的下法。黑棋继续压，白棋再点过来破野，这是拼命的招法，但毕竟是过于勉强了。下一手棋，黑棋在此尖出，黑棋呈2头蛇之势，两边都有联络的机会。接下来白棋再断，黑棋从上方冲，白棋提，黑棋打吃，已然连回。现在白棋如果再次长出，黑棋断打，这样我们看到由于气紧，白棋粘不住，那么白棋提，黑棋打吃，整体已然逃回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黑棋打吃的时候，白棋选择了提吃，黑棋长先手，白棋双住。下一手棋黑棋在此一团，这样黑棋还是逃了回去。接下来白棋在上方尖护住自身，防止黑棋再次冲断，而黑棋下一手棋又稳健的尖了一步，彻底连回了中央的孤棋。白棋下一手棋再次拐头，黑棋虎住，然后白棋再跳寻求便宜，黑棋挤防止白棋挖断，同时威胁这一带白棋的断点。白棋下一手棋点在上方，试探应手，黑棋沉稳挡住，白棋再长，黑棋接下来厚实的再次补了一手，防止白棋再次捣乱。看上去这一带白棋有切断的手段，但黑棋冲出即可。这样我们看到接下来白棋再长，黑棋可以吃住2颗白子，这一带白棋的收获并不大，下方一带将来还有冲的余味。所以实战当中姜东润也没有去断，下一手白棋厚实的粘，防止中央的白棋被偷袭。接下来黑棋也不去补断，下一手棋回到左边
又补了一手。白棋在下方靠下，黑棋从右边2路飞 ，Master 专挑目数大的下。白棋靠住，黑棋长先手，白棋粘。接下来黑棋终于是回到左边补住了这个段。白棋回到左边尖，继续抢收官子。实际上这一带白棋的联络依然有缺陷，但江东润已经顾不上这些，强行抢控。此时黑棋形势盘面领先26目左右。下一手棋，黑棋在中央冲先手，白棋扳住，黑棋再扳，白棋义无反顾地断掉了黑棋，而黑棋下一手棋在上方一尖，继续表演自己的手筋。白棋扳住，黑棋断，白棋长出，黑棋一冲的时候，由于气紧，这3颗子已经掉了。那么接下来白棋粘，黑棋在上方尖先手，白棋团住，黑棋简明的冲吃了这3颗子，不仅收获了目数，而且这块黑棋与上方联络之后，这一带白棋的种种先手全部都消失。实际上中央这块白棋随时都会出问题。我们继续来欣赏下一手棋，白棋继续在上方扳，抢收官子，黑棋扳住，白棋粘回。接下来黑棋在下方扳定情，白棋断，黑棋打，白棋粘住。下一手棋，黑棋就简明的粘在了下方。实际上此时黑棋有更严厉的下法，这个时候一来上方这步力的目数已然超过了下方的这步粘，同时更为恐怖的是，这一带黑棋实际上是有靠的强硬手段。白棋连回的时候，黑棋打吃先手，白棋提，黑棋再打，接下来白棋粘，黑棋可以挤在此处。这样我们看到这2个段白棋已然难以兼顾。此时白棋打，黑棋就长，如果白棋粘，黑棋断，这个打吃粘回即可，这4颗子无所谓，中央白棋被全部杀掉，这个图白棋已然大败。那么如果白棋最终被逼选择粘回在此处的话，黑棋可以在此断吃2颗子。现在白棋要想连回，断这个不行，断这个黑棋可以从2路打下，白棋只有打这个，黑棋粘，白棋再打，黑棋提掉，这样白棋连回总算救回了这条大龙。但是左边一带白棋的目数损失惨重，黑棋再回到上方立下，这样黑棋的领先将接近40目，而下方一带白棋吃，黑棋打即可。但实战当中 Master 表现出了更可怕的事情，他明知道这个地方有棋，但他却没有去出，犹如下指导棋一般，下一手棋直接粘在了此处。在优势下的放水退让是 Master 有别于其他的人工智能的最大的区别。卡塔狗认为这一代应该挑最强的下，但 Master 觉得这样下就赢了，足够了。下一手棋，白棋在上方扳继续抢控，黑棋顶住，白棋断，黑棋粘，白棋打吃，先手连回当然是很愉快，可是依然与形势无补。此时黑棋的目数领先依然超过了20目。下一手白棋再扳，黑棋退，江东润跳在脚上，黑棋冲完之后全部跟着硬住。下一手白棋再次扳，实际上黑棋此时依然有再次靠的手段，这是先手，但 Master 依旧不走，沉稳的挡住。而江东润对于这一代的手段也是心知肚明，下到此处看到黑棋一再忍让，也没有再坚持下去的勇气，索性投子认输。这盘棋 Master 面对江东润的强攻，在右上一带一战锁定胜局。此后中央的鹧鸪，还有下方一带的碰，以及上方的这步拆，都是极具功力，很能给我们启发的下法，希望能对各位棋友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